的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。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娘娘，你说什么我听就是了。要是我听，不代表我赞同。既然哥说他的对象要我点头，那我的对象也要他点头。还要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，这样行了吗？二叔，你昨天看的那些房子，觉得怎样？不错啊，是旧了一些，还挺不错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来粉刷、添置家具，等一切安排好，我才离开。嗯，那就要麻烦大嫂了。二妹心情不怎么好，您好好劝她吧。这婆娘只会怨天尤人，说是我连累她来这里吃苦的。这没出息的东西，别理她。你告诉她，她在这里一定能过得舒舒服服。那可不是啊，大嫂有情有义，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不理的。你自己可要修心养性，努力打拼。我知道。哎呀，大嫂，你没发觉这几天我多往外跑，就是要找到做生意的门路。这次再不争气的话，我就没脸见你了。大叔，听说东恩兄和婉儿定了亲。是的，是那天说定的。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？来，大叔，请坐。实不相瞒啊，我从小就喜欢婉儿，我是做梦都想娶她做老婆。可是大家都看不起我啊，都觉得我是个烂货色。
别伤心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等你有出息的时候，怕娶不到老婆。谢谢堂叔提拔我。洪生啊，我一向看重你，我本来有意把你带到南阳大展拳脚，帮你不出几年时间，你就会飞黄腾达，腰缠万贯。只可惜，我现在自身难保，连南阳都回不了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堂叔，要不这件事儿，我帮你来办。这个南阳番婆子敢这么欺负你，堂叔你说句话，我帮你办得妥妥当当。算了，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，再做什么也是徒劳。难道你就能帮我把它除掉不成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回乡客旅途劳累，暴死途中的事儿时有发生，多死一个也没什么奇怪的嘛。只要堂叔你说一声，我就把他给办了。你又在发什么闷气啊？那狗仗人势啊，才刚来向御史说，老太太吩咐这吩咐那的，气焰嚣张，一脸得意的，只不过是奴才，得意什么？所以才说狗仗人势啊。他明知道打道回府了，而我呢，留在这里发霉发臭。嘘，快，去收拾行李。那么快要搬去那个破房子了，我不要。谁要搬去那个破房子啊？我们回家了。哎，你这是上哪儿呢？我给太太送水。啊，正好，我给堂婶买了点早点，我一块拿进去啊。哎呀，去！堂婶，我是东升啊。哦，东升，听说你们今天就要回南阳去了，我大清早的就去给你买了早点，趁热吃了。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都是自家人。来，来，堂婶坐。来，先喝口水啊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尝尝我们这儿的大肉包子，这个大肉包子在南阳可吃不着。好。来，哎，您先喝水啊。好。啊，吃包子。来，尝尝。早。
就是不让我去看看风景。你是在担心我这副老骨头？什么老骨头？你老当益壮，很多人到你这个年纪都要拿拐杖啦。虽然老当益壮，不过还是要照顾身体的。哟，小心，不舒服啊！可能是晕船吧。哎呀，你不要整天只为我操心，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着。来，赶快回去休息。阿妈，你也休息。要回去休息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想再看阿妈多一眼。我又不会飞掉，快回房休息，快去。年年突然很不舒服，你快去看看。娘娘，娘娘啊！娘娘上船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病得那么严重？我不知道，娘娘一进房间就说她感觉怪怪的，然后她就开始吐。我本来以为她是晕船，可是后来我看到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对。请医生了吗？已经找人去请了。东恩，娘娘，惠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都结束了。娘娘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不要惊动阿婆，万一我有什么事，设法瞒着她，告诉阿婆，这个媳妇不孝，不能陪她回家。娘娘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医生喝酒来了，你振作一点。
为懂事开窍了，娘娘没有什么牵挂。我最不放心的是惠娘。我最遗憾的就是看不到惠娘出家。你要答应我，要帮惠娘找个好对象。好，娘娘，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你和惠娘虽然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最疼最爱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，相亲相爱。不要离开我！医生，医生！娘娘不会有事的，医生一定会治好她。哥，你说娘娘是不是被人下毒啊？要不然她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而且她的病来得这么快，这么凶猛。我也有跟你一样的同感。张东升，我今天早上看到他从娘娘的房间出来，他看到我的时候神情古怪，后来他也跟他说起离开。你们在说我什么？嗯？你们怎么会在船上呢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是孙悟空，而你娘娘不是如来佛，她想把我困死在那穷乡僻壤，而我偏偏不让她关在古角间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人家不了解，还有人在说风凉话呢。我只是在开玩笑啊！哎，别当真，别当真。就是嘛，说是来给大嫂求情讨饶的，你又胡言乱语。你们怎么了？眼睛又红又肿的，你们哭过了？哎，不是真的死了人吧？是你，是你害死娘娘的。你为什么要害娘娘？你为什么要害娘娘？他可是你二叔，竟然没大没小！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丫头！你长辈都敢推，有本天打雷劈呀！好了，怎么了？你娘娘到底怎么样？娘娘上船不久，就突然病倒，病情来得急，也来得快。原来是这样，也不必激动嘛啊！旅途疲劳，别说病倒，突然有个3长2短，暴死途中。
我查出是谁在害娘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，大嫂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我娘娘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令堂的病情危急，我尽力抢救，可是很抱歉，她已经走了。真娘，真娘，老太太，真娘呢？太太不在这里。我刚才明明看见真娘来了，她站在床边看着我，好像有话要跟我说。哎，老太太，你一定是在做梦了。原来是在做梦啊！我躺呀躺的，竟然睡着了。阿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你和广达不是留在乡下吗？我们要留在阿妈身边孝敬你啊！你们问过真娘了吗？广达说张家是由他做主，他要留还是想走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，更不用别人批准。你们两个简直是胡闹！阿彩，去叫太太过来，快去呀！大嫂再也来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她已经……阿太太，你请出去吧，老太太要休息了。放肆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敢叫我出去！少爷吩咐，不要打扰老太太。你请吧。你怎么打人呢你？阿妈，我只是教训一个下人罢了，你何必那么生气呢？老人家嘛，还是心平气和点比较好。大嫂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大嫂死了。你竟然这样咒你大嫂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阿妈，这种话我敢骗你吗？你不信的话，问阿彩啊。阿彩，老太太，太太她
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哥怎么了？船长说，船上没有防腐设备，不幸在旅途中往生的，只能海葬。可以，我们不可以把娘娘丢进海里的，娘娘要跟我们回家的。船到南洋20多天，娘娘不可以离开我们，娘娘不可以，不可以离开我们啊！不可以啊，哥，不可以。娘娘没离开我们，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少爷，老太太把太太的死讯告诉了老太太。我们快去看看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老太太，快叫医生！广大已经去叫医生了。我看阿婆只是悲伤过度，一口气上不来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不是说不要告诉阿婆娘娘的事吗？那怎么行啊？听说病死在床上的人都要丢进大海的。再说，怎么连最后一面也不让阿婆去见你们娘娘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能瞒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用再说了。到家了，你看，小婶婶、豪姐、阿姨，他们都在。老太太，阿妈，阿妈。小婶婶，阿婆看见大家伤心，会难过的。阿妈，要好好的休息。你吉人天下，一定很快会复原的。少爷小姐，二爷说安顿好老太太之后，大家就到楼下去。他有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。大嫂在旅途中不幸病故，阿妈中风瘫痪，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见的。但是不发生都已经发生了，
再伤心再难过，也于事无补。日子还是要过，而且要开开心心的过。国不能一日无君，家不能一日无主。今后张家在外由我说了算，在内太太说了算。我要说的就那么多。东恩，跟我来。谁说能走的？是啊，二太太有话说，谁都不能走。我知道当这个家不容易，但是担子落在我身上，我不扛也不行。我先要做到的是勤俭持家，没必要的人一个也不留。阿才阿好，你们马上收拾东西，立刻给我走。二婶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阿婆的起居饮食，一向来都是彩姐在负责的。阿婆离不开彩姐，更何况她现在是病了。阿好除了伺候你，她还要在厨房干活，她任劳任怨，即便是挨打挨骂，她也忍气吞声。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她离开不可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勤俭持家。阿彩阿好既然那么好，还怕没人请吗？至于其他的工作，别人也能干的。金花，照顾老太太的工作由你来负责。是，二太太。阿莹，阿好的活儿由你来干。知道了。走就走，要不是我舍不得太太和小姐，我早就懒得看你的脸色了。彩姐，我们走。阿好，彩姐，你们都别走。好啊，你二叔刚刚才说家务事由我说了算，你马上就跟我唱反调了。告诉你，你再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少吓唬我！金花，拿扁担。是，二太太。东恩啊，你们真的是误会我了。大嫂突然病故，的确跟我无关。二叔，我二惠娘心直口快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那就好。二叔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还好你懂事开窍了，能帮得上忙，补我的不足。有你在我身边，就如虎添翼。今后就让我们父子俩携手打天下。我一定竭尽所能帮你。好，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发新矿区。你把到牙沙发现的细米仓档案交给我吧。这新矿区是我带领的牙沙队发现的。娘娘去世前，把开发新矿区的任务交给我，希望能贯彻始终。东恩啊，你在商场上的经验还不够，很容易落入别人圈套。二叔，你放心，新矿区有我叔公参与。那正是我不放心的地方。商场如战场，战场无父子，更何况是唐叔公。你不用说了，就照我意思办吧。二叔，我可以把档案交给你，可是你要保证履行我之前做下的承诺，那就是股份各占4成，另1成股份归张天宝，朱芳坯、陈春安、李旺来合占另1成股份。那当然，商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。
你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。你仗着你娘娘和阿婆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今天就灭一灭这刁蛮大小姐的威风！你敢动我？谁说我不敢的？阿太太，你不要为难小姐了，我们走就是了。彩姐，阿豪，你们都别走，他不用你，我用你，你们的工钱我付。可是在说这句话之前，先问问，这个家是谁当家做主的？我可以叫下人滚蛋，也能挡着目中人的小辈。放手！放手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再欺负惠娘，我会跟你同归于尽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小婶婶，惠娘，别担心，只要有小婶婶在，就算拼了命，我也要保护你的。西米仓的所在地就在这里了。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请你一定要遵守承诺。哦，股份分配的承诺，不错。狗屁！你怎么能言而不信？刚答应的事马上就改口。我说了嘛，你根本不知道商场上的险恶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讲信用的。凭你想在商场上大展拳脚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你不要瞧不起人。对，我是瞧不起你，连你阿叔也瞧不起你，说你胸无大志，难担大任。我看这世界上只剩下你娘娘既愚蠢又天真，想把张家的事业交到你手上。还好，张家祖先有灵，让他及早去买咸鸭蛋。好了，你再对我娘娘出言不逊，我就……你会怎么样？还是把我杀了，帮你娘娘报仇啊？来。来！没种！不是男人。你给我听好，今后你给我待在家里吃闲饭就行了。张家的生意，你这个外人，休想来插手。怎么会是外人？身体里流的血，不是张家的血，你是个野种，是你娘偷人后生下来的野种。看你，一点都不惊讶。你是早就听到这个传闻对吗？我一点都不惊讶，那是因为我一点都不相信。你当然不相信，不然你什么都没有。在我眼里，你是个什么都没有的野种。你最好乖乖的，不要跟我作对，不然我连闲饭都不让你吃，知道吗？
小婶婶，疼不疼啊？比起你失去娘娘，我这一点疼算得了什么？惠娘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虽然你娘娘不在了，可是她对你的爱会透过我，透过东恩，加倍给你的。还有我，小姐，金华如果狗仗人势，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我就跟他拼了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小婶婶，谢谢你，莹姐。姨太太，小姐，我们走了。彩姐、豪姐，你们都别走。小姐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不走不行的。彩姐说，如果我们不走，就会连累姨太太和小姐的。姨太太，小姐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我们都舍不得离开你们。我更舍不得老太太，请跟老太太说，我接到家书，说家里有急事，回乡去了。我们走了，你们保重了。好啊，彩，你们等一等。这是我仅有的积蓄，再多的我也帮不上忙了。快拿着，我们不能送。拿着，不要再推了。你们离开张家以后，要找个地方安顿也需要钱啊。找到地方安顿之后，记得一定要通知我。我以后一定会把你们通通请回张家。谢谢姨太太，谢谢姨太太。那个女人啊，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啊！我要不是闪得快，早就被她一扁担打死了。我只不过叫阿财阿豪滚蛋，他这个慧妍那小贱人站出来帮他出头。我看这女人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如果你在外头遇到什么合意的，只要是正正经经，就娶过来帮你传宗接代吧。难得你能为大局着想啊！我是看开了，谁叫我自己肚子不争气？倒是那个女人可要提防啊！她今天能拿扁担打人，明天就拿刀子杀人了。哎，不如还是把她赶出家门吧。赶他出去，让他跟张天鹏大团圆，太便宜他了。那个贱女人要踏出张家门，也得抬着出去。我就看在一场夫妻份上，送他一副棺材。月光光，柔软却温暖，让幸福绽放。那些伤人的时光，都锁进